各位亲爱的长辈，大家平安。您是不是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忍不住思考自己的养老问题呢？会不会担心年纪大了之后，身体不好了该怎么办？是不是既不想麻烦子女，让他们在工作家庭两头烧的情况下，还要为您操心，又对养老院有着说不出的顾虑和不安？如果这些念头曾经在您脑海中闪过，那么今天佑丽要分享的内容，请您一定要耐心看完。因为这可能不只是另一支养老影片，而是一个真正能改变您晚年生活品质的重要讯息。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老年过得有尊严、有选择权，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您全心关注。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养老方式，不需要看子女的脸色，不用住进那种让人失去自由的机构，花费是您负担得起的，却能获得真正贴心、温暖的照顾，您会不会心动？先别急着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方式真的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在开始深入分享之前，佑丽恳请您，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和您切身相关，请先为健康永驻频道按下订阅键，再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图标，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资讯，也能让我们有动力持续为更多像您一样值得被好好照顾的长辈搜集整理最实用的养老讯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在公园散步，身边白头发的长辈真的越来越多了。这绝对不是您的错觉，而是我们整个社会正在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现状。根据国发会最新的报告，台湾早在2018年就已经正式迈入了高龄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每100个人里面，就有超过14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这个数字听起来已经够惊人了吧？但更让人不得不正视的是，专家预估，到了明年，也就是2025年，这个比例会突破 20%。这意味着，台湾即将从高龄社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而如果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到了2039年，情况会更明显，预计每3个人当中，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银发族。这个冰冷的数据背后，代表着一个温暖的传统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我们华人社会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里，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孩子不是不孝，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常常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让佑丽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新北市。陈伯伯今年刚好70岁，他有2个儿子，说起来也是让人羡慕的好命人。大儿子在新竹科学园区当工程师，小儿子更有出息，在国外定居发展。陈伯伯和老伴原本想着晚年可以轮流到2个儿子家里住，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没想到，当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想法时，大儿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爸，不是我不孝，您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房贷还好多年，2个小孩补习费，才一般1个月就要好几万，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和能力再把您和妈接过来照顾了。”而远在国外的小儿子，话说得更直接：“爸，这里的医疗费用贵得吓人，您又没有这里的保险，万一身体不舒服，光是看医生就是一大笔开销。为了您好，真的还是留在台湾比较妥当。”陈伯伯放下电话，心里空荡荡的。他的情况真的不是特例。根据政府的统计，全台湾有超过28万名独居的长辈，他们之中有非常多的人正面临着和陈伯伯一样的处境。明明有子女，但在最需要照顾的晚年，却体会着有子如同无子的辛酸与无奈。这种心情，没经历过的人很难真正懂得。既然子女可能靠不上，那传统的做法就是存一笔钱，以后去住养老院，总可以了吧？佑丽必须很诚实地告诉您，这个选项背后的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甚至藏着风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那件震惊全台的养老机构诈骗案？一位67岁的王奶奶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把200万的积蓄全部投入一家装潢的富丽堂皇、标榜5星级服务的养老机构。她想着钱给了，晚年就有了保障。谁知道这家机构没多久就突然倒闭，负责人早就卷款潜逃，不知去向。王奶奶不仅毕生的积蓄血本无归，连每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晚年瞬间陷入困境。这种案件每一次发生，都重重地敲在所有长辈的心上。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合法登记、正常经营的养老院，里面的服务品质也是高低不一，差距很大。台中有家相当知名的养老院，1个月的费用要38000元，听起来价格不菲，应该能享受到很好的服务吧？
一位住进去的张爷爷却发现院里的护理人员人手严重不足，平均一个人要照顾10几位长辈，光是忙喂饭、喂药、协助上厕所这些基本工作就已经精疲力尽，根本谈不上什么贴心的陪伴或细致的关怀。您付了钱，买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床位和基础的生理照护，心灵上的空虚和孤独依然无处安放。而最让人感到心痛与愤怒的是那些少数害群之马造成的虐待事件。新闻里曾出现过这样的监控画面，一位85岁患有失智症的李奶奶，因为有时情绪会比较焦躁，竟然被不耐烦的护工用约束带绑在椅子上，这一绑就是整整7个小时。李奶奶连想喝口水都得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工作人员，后来家属无意间发现，心就像被刀割一样，可是钱已经缴了长期费用，合约签了，想要转去别的机构，谈何容易。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台湾每年接获的老人家受虐通报案件超过8000件，而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有更多隐忍的、不敢说的，或者无法求助的案例，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外界知道。讲了这么多令人忧心的现状，佑利并不是要让大家对养老失去希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痛点，政府和民间才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出路。接下来，我要告诉您一个真正的好消息，为了应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台湾正在推行和孕育好几种革命性的养老新模式，它们不只是概念，而是已经有人在实践，而且证明花费可能更少，却能让长辈过上更有尊严、更自主、更幸福的晚年生活。第一种模式就是近年来讨论度非常高的以房养老。佑利觉得这个政策的设计理念真的很贴心，它把我们华人最重视的房产转化成了晚年稳定的现金流。简单来说，如果您名下有自己的房子，年纪也满60岁了，就可以向有办理这项业务的银行提出申请，经过专业的估价后，银行会计算出一个额度，然后就像发薪水一样，每个月固定一笔钱到您的账户里。而最棒的一点是，在整个过程中，您不需要搬离自己熟悉的家，可以继续住在充满回忆的老房子里，一直到100年之后。这等于把房子这个不动的资产变成了流动的生活保障。光说概念可能有点抽象，又利用实际的数字来算给您听，您就知道它有多划算。假设您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现在的市价大概值1500万。如果您是一位70岁的男性长辈，参加以房养老计划后，估算下来每个月大约可以领到52000元。如果是女性长辈，因为平均寿命较长，分摊下来每月大约可以领到49000元。您仔细想想看，这个数字是不是比很多还在上班的年轻人的月薪还要高？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通常会搭配一个弹性给付机制。也就是说，当您未来身体状况变化，需要请看护到家照顾时，银行甚至可以提前支付一笔看护费用来应付这笔额外的开支。这简直就像是用自己的房子换来了一份量身定做、保障最全面的终身养老保单。住在台北天母的林奶奶就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她接受采访时笑得很开朗。她说，我现在不用看媳妇的脸色，也不用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儿子的负担，每个月5万多块进来，我雇了一个最好的外籍看护，他把我照顾得妥妥帖帖，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偶尔还能和老朋友喝下午茶。这样的晚年，我自己有钱，有自主权，这才叫做真正的幸福啦。听到林奶奶这番话，真的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安稳与自在。当然，以房养老在推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佑利必须客观地和大家分析，很多长辈心里总有一道坎，觉得房子是祖产，一定要留给子孙后代，很难接受把房子抵押出去换来养老金的做法。在一些社区的闲聊中，只要提到以房养老，不少长辈还是会摇头，觉得把房子押出去，心里就不踏实，像失去了根一样。另外，如果再婚，情况也会变得复杂。如果长辈在参与计划后再婚，合约条件可能就会改变，甚至需要终止合约并退还已领的钱，这确实会造成困扰。从实际规模来看，全台有11万户独居长者，但目前银行提供的以房养老名额远远无法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未必是每个人都适用或申请得到的方案。如果说以房养老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来源的问题，那么佑利要介绍的第二种模式抱团养老，就是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温柔革命。它解决的是比钱更根本的问题——孤独感。在苗栗的乡间，就有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典范。
那里有24对夫妻，他们大多是老朋友或者朋友介绍朋友，大家志同道合，一起出钱出力，打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想养老村落。这些长辈的平均年龄大约68岁，里面有退休的医生，经营过企业的老板，还有大学的教授等等。他们不是去住别人经营的机构，而是自己当主人，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又历代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社区的样子，整个园区占地很广，有8000平米，房子顺着舒缓的山坡一排排盖上去。有意思的是，这里没有所谓的中心位置或边间的差别，最上面那一排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村落的景色，中间2排的房子被环绕着，给人一种安稳的包裹感。而最下面那一排，推开窗就是绿油油的农田，空气里都是青草和泥土的芬芳。每一栋房子还用一个美丽的节气来命名，院子里种着有特殊意义、象征守护的树。每天早上不用约，大家自然而然会在广场上集合，一起打太极拳、做体操。中午时分，轮到哪家值日，就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香味一飘出来，左邻右舍就知道今天有好料可以分享了。今天这家的红烧肉炖得特别入味，就招呼大家一起来尝尝。明天那家心血来潮包了水饺，也会热情地敲邻居的门，叫大家别煮饭了。到了晚上，更是热闹，大家搬出椅子，在星空下泡茶、聊天，分享过去的人生故事和智慧。周末的时候，孩子们从各个城市开车回来探望，整个村子顿时充满了孩子的笑声和奔跑的身影。长辈们坐在一旁，看着孙辈在安全的社区里玩耍，那种满足的笑容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住在里面的张医师说得特别好，我们这里没有孤独这2个字，只有快乐和互助。身体有点小毛病，隔壁就是退休医生可以咨询，心情闷了想说话，走2步就有老伙伴可以泡茶。这种感觉比住在多高级、多昂贵的养老院都要踏实、温暖100倍。而最实际的是，这种抱团养老的模式，平均花费比住进都会区的中高档养老院要便宜不少。每户根据房子的大小和位置，大约投入300万到500万的资金，就能拥有自己房子的产权，并享受一辈子的社区生活与公共设施。算一算长期的账，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谈到养老规划，佑利知道有一个话题非常敏感，但又是每一位长辈绝对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我们手头上存下来的这笔老本，到底该不该，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子女来管理呢？这是一个关乎未来生活自主权的重大决定。让我用2个结局截然不同的真实故事来和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位是72岁的何奶奶，她和老伴省吃俭用一辈子，存下了4000万的积蓄，加上2人每月一共1万多的退休金，原本觉得晚年应该很宽裕了。后来老伴不幸患上了失智症，需要人随时看顾。这时2个儿子非常主动地提出要接父母到家里轮流照顾，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为了方便管理和帮爸妈理财，希望何奶奶能把4000万的存款先平分给他们兄弟俩保管。儿子们说的情真意切，妈，您就放心把钱交给我们吧，我们年轻人比较懂投资理财，可以让钱滚钱，帮您增值。您和爸什么都不用操心，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们一定让您们安享晚年。何奶奶想着，反正这些钱迟早都是要给孩子的，现在给他们还能换得儿子的孝顺和照顾，似乎很合理。于是他就把4000万分别转到了2个儿子的账户。起初的几个月，儿子们确实表现得不错，但不到1年，当老伴因为检查出癌症，急需一笔20万的治疗费时，何奶奶向儿子开口，却得到了让他心寒的答复。大儿子说，妈，前阵子刚好换房，买了间新的公寓，您给的钱都拿去付头期款和装修了，现在手头很紧。小儿子则说，最近生意不好做，我把钱拿去投资股票想赚一点，没想到套牢了，现在认赔卖出来要亏1半，实在没办法啊。何奶奶慌了，只能拿出自己偷偷留下的几万元私房钱，给老伴做最保守的治疗。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充足及时的治疗，老伴的病况急速恶化，仅仅9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何奶奶在悲痛之余满是自责与懊悔，她哭着说，早知道就不该把钱那么早交给他们，如果钱还在我手上，老头子就能用最好的药，说不定还能多陪我10几年啊。这个早知道听起来是多么的沉重与无奈。另一个故事则是完全不同的走向，主角是74岁的钟爷爷，
他每月有6800元的退休金，手边还有50万的存款。老伴过世后，子女们同样来要求他交出存款和房产，话说的也很直白，爸，您迟早都要把这些分给我和弟弟的，不如现在趁您身体还硬朗，早点过户，早点分一分，大家都安心，不然以后谁来养您呢？儿子甚至态度强硬地说，你不把钱交给我管，就别指望我给您养老，以后不能动了也别来找我。面对子女们软硬兼施的劝说，钟爷爷这次异常坚定，他断然拒绝了。他心里想得很清楚，既然你们把话都说成这样了，那我也就不指望了。我自己有钱，何必看你们脸色？老伴走后的第2年，钟爷爷的身体也开始有些小毛病，子女们又上门来劝他去家里住，但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做了一个决定，动用自己存款的利息，每个月花4500元，请了一位住家保姆。很多人听说后觉得他傻，说有钱不给儿女花，宁愿给外人，但钟爷爷有自己的道理。他说，我花钱买的是专业的服务，保姆阿姨因为我付她薪水，对我客客气气，照顾得尽心尽力。她是从乡下来城里工作的中年妇女，人朴实勤快，还能24小时陪着我，这一点我的儿女根本做不到。如果我住到儿子家，搞不好不但没人细心照顾，还要我帮忙带孙子做家务，那岂不是更累？钟爷爷算了一笔很实在的账，他50万存款放在稳健的理财里，每个月产生的利息就足够支付保姆费还有剩，自己的退休金完全可以当作零花钱，生活质量反而大大提升了。反观他身边一些老同事，辛苦一辈子攒下几十万，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早早都交给了子女。本以为能换来更多的孝顺，没想到晚年要用钱时，反而要伸手向子女要，看尽脸色，过得十分憋屈。现在，钟爷爷每天有人伺候3餐，想出门散步有人搀扶，活得自由自在。他深有感触地说，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了。手里有钱，心里不慌，我的晚年，我自己做主。这2个真实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钱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是您晚年最大的底气和尊严。那笔存款在您的账户里，它就是您的，您可以自由支配，应对任何突发状况。可一旦转到子女名下，它的性质就变了，成了他们的钱。将来您在需要用时，开口的底气就不一样了，想要拿回来，更是难上加难。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很透彻，越老越值钱的长辈，子女越孝顺。这个值钱不一定是指家财万贯，更是指您拥有自主的经济能力，不成为子女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手中有钱的长辈，在面对晚年时，才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舒适的生活模式。所以，佑利综合所有这些资讯和案例，想给各位长辈一个发自内心的建议，请务必审慎思考自己毕生积蓄的保管方式。在您身体依然硬朗、意识清楚的时候，不要因为亲情压力或一时的安心，就轻易将存款的主控权交出去。您可以提前和子女沟通，做好规划，比如写好遗嘱，做好财产分配的法律咨询。但在您还需要用这笔钱来保障自己生活品质的时候，请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这笔钱是您晚年生活质量的压舱石，是您能抬头挺胸、自主做决定的根本。亲爱的长辈们，时代真的不一样了。过去的养儿防老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下，需要被重新理解和调整。这并不意味着子女不孝，而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负起更积极规划的责任。幸运的是，无论是政府推动的以房养老，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抱团养老，都为我们开启了更多元的可能性。这些新模式的核心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帮助长辈们能够更独立、更有尊严，也更快乐地度过黄金晚年。请您一定要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您的钱、您的房子、您的人生，最终的选择权应该在您自己手上，不要被任何人的想法或社会的旧观念所绑架。美好的晚年是规划出来的，从现在开始，了解资讯，评估选项，和家人沟通，一步一步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心、自在的养老蓝图。如果今天佑利在健康永驻频道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启发或帮助，请您帮我按个赞，也欢迎您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您身边同样关心养老问题的亲朋好友。更重要的是，
记得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为您准备的更多关于健康乐活的实用资讯了。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听完之后您比较倾向哪一种养老方式呢？或者您对自己未来的晚年生活有什么初步的想象或规划？让我们在这个平台彼此交流，互相打气，一起学习，祝福每一位长辈都能拥有一个平安、自主、幸福的晚年。我们下期影片再见。